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在一个加拿大的公寓单位，大家看哦，这里是一个公寓单位。那公寓单位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厨房的空间其实都非常有限，都非常的小。这个单位呢也不例外，它的厨房空间并没有很大，而且呢，我们看这边的墙呢，它其实还是一片承重墙，这是我们不能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狭小的公寓单位的空间里面呢，我们要试着去把我们厨房的空间给放大。小李哥呢，想借这次的案例跟各位介绍一下厨房的空间该怎么设计和规划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本来这个厨房它做的样子。那这个厨房本来的样子呢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 L 型的厨房，也就是呢，它主要分为两面。第一面呢，我们叫做烹饪区，它是它的炉头、油烟机放的这烹饪区。另外一面呢，就是所谓的水槽区。那水槽区呢，它本来是有做上柜的，它的橱柜就集中在这两面，这个空间呢就非常的局限。我们来看这个空间，我们要把它怎么改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厨房空间改造呢，跟大家介绍两个东西。第一个东西呢，叫做厨房的实际使用空间；第二个东西呢，就是厨房的视觉空间。所谓的厨房的实际使用空间呢，就是这个厨房有多少的柜子，有多少的台面，那这个非常的好懂。那厨房的视觉空间呢，更好懂。视觉空间呢，就是整体厨房看到的大小。那我们再比较一下哦，这是旧厨房的样子，这是我们新厨房的样子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我同样的角度来讲，空间好像变大了？首先，我们来聊视觉空间，最重要的改变是这扇窗因为呢，这一片墙是公寓大楼的承重墙，好，那我们不可能去把这片墙敲掉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在它原有开装的基础上面，以上下去扩大它的窗子的幅度，左右不能改，因为左右是柱子，但是呢，上下我们可以扩大窗幅。扩大了这个窗幅之后呢，把这个窗幅跟台面给拉平，我们的眼睛的视觉上是不是把这个台面就延伸过去了，直接又延伸到了我们外面的客厅的空间，你就会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开放厨房，但是墙还在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一侧眼睛视觉区域的上柜给移除掉。当我们拿掉这些上柜的时候，眼睛没有遮挡，这样子就会增加视觉空间。好，我们改善了视觉空间之后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我们怎么来增加实际使用空间。那这两个东西通常来说，它是一个算是冲突的东西吧。为什么是冲突？你柜子装的越多，同样的地方就越窄嘛。我们现在从一排柜子变成两排柜子，一排台面变成两排台面，那空间就变窄了，这是我们正常的认知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要想厨房有两个很重要的，第一个就是下柜，台面以下的我们叫下柜。这个下柜呢，功能是什么？下柜是来拖伸这个台面。厨房的台面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烹饪之外，它必须要放很多家电。现在厨房家电越来越多了尤其在我们华人的厨房，烫福机啊，对不对？气炸锅啊，这都10几年前没有的东西嘛。那传统至少还会有个电饭煲嘛。然后桌上你如果有人还会喜欢有个小烤箱，现在甚至还有家用的咖啡机，所以厨房的台面呢，现在是非常的重要，它是用来放家电的。台面少，你家电放起来就会拥挤，那甚至有些家电呢，你还得把它收到柜子里，所以下柜的功用是这个。那上柜呢，是我们主要的储藏和收纳的空间。我们把上柜呢，从洗手台的这一侧转移到这一侧而且呢，我做了一个改变。我在这一侧的柜子，我用了玻璃门板。这个玻璃门板呢，就会让空间延伸进去。那当然啦，这要看屋主的使用习惯。那这个屋主呢，他习惯把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的。当你如果他放了漂亮的杯子啊、红酒啊，或者一些你收整好的一些收纳盒啊，其实这个空间是很漂亮的。也就是我们可以维持这个视觉更伸进去一点。装了这个柜子，感觉好像没装的感觉。那我们再看烹调区的这一侧，那烹调区的这一侧呢，我们就把微波炉给吊起来，
其他这边呢，原则上维持格局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我刚刚讲室内空间的时候没有讲到，本来它的正面的柜子这一个假梁，它是到这个位置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假梁整个延伸的把它做顺了。人的眼睛很奇怪哦。如果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空间的话，你看这个上面是没边界的，而且呢，我们做的这个假梁呢，它基本上是跟门平的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体的，你就会觉得它空间拉高拉上去了。但是如果你的假梁呢，你这边断了一个角，就等于你告诉人家这里有一条假梁，你就被压迫住了，感觉那整个就不一样了。那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为了一些空间的延伸感呢，就会多一些这些假梁的设计。那当然，假梁只有一个功能啊，什么功能？就是藏管子，把这个上面的排风管给藏住，或甚至有一些电路的接电。那为什么不把柜子做到顶呢？哦，柜子做到顶哦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好，那柜子不做到底呢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还是跟预算有关系。好，首先我们把柜子做到底，柜子就变大了嘛。那大的橱柜当然预算就高。再来呢，因为住在这个公寓会使用这个厨房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，那他如果真的要爬个梯子去拿东西的话，小李就觉得真是有点危险。那所以呢，在预算的考量和实际使用的考量，我还是建议屋主把它做矮一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这安全是厨房很重要的一个区块。家里其实最危险的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厕所，一个就是厨房。哦，所以你如果说一个家里面的改造，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厨房和厕所，最容易发生危险都在这两个地方。再来讲空间，我们实际使用空间，我们特别跟大家聊一个厨房设计的观念，就是烹调空间。厨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？做菜嘛。所谓的烹调空间，烹调三角区域，就是从洗手台到炉头这中间的区域。如果像这里啊，你是一个有转角的厨房的话，这个区域这中间的台面呢，就是你最容易拿来使用切菜啊这个地方的位置。所以一个厨房的大小呢，决定在这里。那你看，这是一个小厨房，我们能做的烹调空间就真的就只有这么大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厨房的话，我就会去把洗手台和炉头中间的间距变大一些些哦，比如说大一个柜子，大一个36寸，你就有这个地方可以切菜。师傅，我有个问题哦，我看你的插座好像变多了很多。我做厨房有个特色，就是我插座会装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跟刚才讲了嘛，我们不是说现在厨房台面很重要吗？台面要放什么？台面不就是要放电器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插座有讲究。首先第一个讲究是什么？这个插座正常的插座这两个是同一个回路控制的，也就是如果这一路跳电，这一路就跳电，接着这两个同时插负载很大的东西就一起跳电。这样子如果坐在厨房是不是很不好？所以呢，厨房的插座呢，我都帮它做什么？做上下是分开两个回路的 ，two phase 的，也就是说一路跳电，另外一路不会跳电，这两路不是共用一个电，让它的厨房的电路的使用的容量更大一些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不是只有把插座安上墙就好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插座和一般的插座长不一样 ？GFCI 插座。接地故障断路插座哦，这个 GFCI 呢，就是当它有一些什么漏电的情况的时候，它自己就会跳掉。它跳掉是什么？现在是绿灯，它是有电。好，我们看哦，现在它是没电的，这是它跳掉的状态。让它复位也很容易，我们只要开一下它就复位了。哦，我炉子啊，我在煮东西啊，有那个水蒸气啊。在厨房最可怕的是水蒸气，不是水。水蒸气会比水更容易造成电路的漏电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水蒸气哦。所以我们在炉子的两侧呢，我们都是一定要装 GFCI 插座。那我们最好是不是要把热水壶都插在这个插座呢？对啊，电热水壶啊、电饭煲啊，这个会产生烟雾的电器最好都装在有 GFCI 插座的地方。它只要一旦产生水烟，水烟如果过大，造成一些漏电的话，它可以立刻保护你的电力。那在这些东西，我还建议大家使用的时候，把它拉出来一点。不要把它放在里面，比如说你要煮饭啦，你就把电锅拉出来一点，让那个水蒸气能够上去，这样会最好。一来是保护柜子，
二来就是说你不要让插座附近的烟雾很大，哦，那这样子都会蛮危险的。还有个问题，那些会发出水蒸气的东西，电器是不是会影响柜子呢？哦，这个东西哦，那就看你柜子的材质了。我先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柜子它完全不怕水蒸气，只有什么相对的，相对起来它比较不怕水蒸气。像我们使用的这个柜子，它是实木夹板加上实木门片，实木的东西呢，它相对起来会比较耐水蒸气。家里面如果装的是一种平板门，就是门上面没有这些框、这些花纹的平板门，这些门很可能就是 MDF， 它的柜身就很有可能是甘蔗板。那它完全靠什么？靠这些封边，它只要这个封边只要破掉一点点，水蒸气下去，它就会膨胀，然后最后坏掉。所以这还是要看你的材质，但是呢，还是建议大家有水蒸气的东西移出来一点操作。哦，那你的柜子可以用更久。你有没有好奇哦？像这个灯，我们装了柜下灯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有柜下灯？对，有装柜下灯和没有装柜下灯，除了灯光效果之外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功能？首先，柜下灯也是一个好看，因为呢，当有了这个柜下灯，你会觉得这个厨房更大，这是第一点。在厨房装的柜下灯，它并不是一个景观灯哦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实验。好，你先把柜下灯给关掉。你看哦，当我们关掉的情况之下，灯光是不是来自于上面？我们会发现，如果我们在做菜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是可以开这个，这边也有个灯。你看哦，我在这边切菜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子？因为我们自己人会有影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影子是不是就让这边会变得很阴暗？当我们把柜下灯打开的时候，这个影子是不是就减少了？好，这边就会变得很明亮，操作区域就很明亮。有时候光线不好就会让你造成危险，所以柜下灯跟你的厨房安全还是有点关系的。我把它的功能告诉大家。当然啦，你要做柜下灯，我们就一定得要去在电路上面去做一些修改。像我们这些电路，我们就加了柜下灯的电路，这个电路我们就藏在柜子里，再有一个开关去控制。那这个都是要预先做好的，那这都会增加费用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就是就视觉上来讲、空间上来讲，或者是就实用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它是蛮值得的。那大家可以自己考虑。师傅。为什么这个台面会有一个缺口？这台面有个缺口最重要一个重点是，这厨房还是小的。好，如果我把这个缺口给封住了，台面变成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觉得更小？像我，小李哥是大屁股，讨厌！你看我是不是很容易撞到这边台面？对耶，就不好操作嘛。所以呢，我干脆给他留一个操作的空间。这样子我是不是进去好操作？否则这边我还得这样开，这样拿东西，对，是不是就麻烦了？再来呢，这里呢，我还可以把它设计酱油柜在这里。里面呢，我还可以再放一个收纳空间。那你如果是一个转角柜过来的话，我至多就帮他加一个转盘柜，类似书神进去。那你这个转盘柜，你要把它打开，你还得从这边再去拿东西。是不是就更麻烦？对啊，所以呢，与其这样子，实际在使用起来会更好。好，我们设计厨房不能中看不中用嘛。好，师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一面要贴砖呢？这个砖最主要是保护这个砖握啦。加拿大的墙是不耐水的，碰到水它就会渗进去，会发霉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水就是挡水，这叫挡水墙 ，Bed Fresh。主要有2种做法，第一种贴砖嘛，大家看到贴砖。那砖呢，小砖、大砖。小砖呢有花纹比较漂亮，大砖呢比较简洁，缝比较少，就看大家喜欢。那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台面直接上墙，就是把台面一起贴到墙上去。这2种做法，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挡水。那这边呢，屋主已经讲了，会在这边放咖啡机一样会产生水烟，所以我就把它为了整体性，我一直把它做起来。
按照性价比来说，瓷砖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出了砖。台面上墙比较贵，好，那有预算充足的朋友呢，也可以选择台面上墙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其实大概就是讲空间啊。那我们空间大概就介绍到这边。最重要呢，就是在这个公寓的小空间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设计和摆放的方法，然后让我们看起来变大，但是我们用起来呢，也同时变大。好，最后一段影片呢，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厨房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差异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小李哥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，如果您有装修的需要，您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给小李哥，我可以给您最直接的帮助。如果您住的比较远，有任何的装修问题，也欢迎您直接留言，小李哥会尽可能的给大家最详细的回答。当然，请您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最后，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